在新创了。说这家店是卖那个葡式蛋挞很有名的店，然后这家店卖很多葡萄牙当地的点心。如果很多人的话，往上走，右边还有一家第二间。推荐这个 almond。回去市区的路只有一条，所以不用怕迷路。我们现在呢在 Quinta Hagleta， 就是一个也是新传一个城堡，那主要以花园跟它一个 well 闻名。那我们现在在 entrance 的部分等导游拿票过，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才早上10点多，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Quinta Hagleta， 光看这个地方的设计呢，你可能会以为它跟贝伦塔修道院是同一时期建好的，但它其实是20世纪初才建设完成的。那为什么它看起来会跟那些地方很像呢？主要就是他们都采用了 New Orleans style 的方式来设计。那么 New Orleans style 呢，就是跟16世纪的葡萄牙国王 Manuel 一世有关系。那个时候呢，就是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那所以 New Orleans 的风格呢，就会跟一些像航海 navigation 相关的东西，或是跟 natural 有关。那这个地方呢，它的所有者是一个很有钱的巴西商人，那他的父母是葡萄牙人，他从父母那边继承了他们的家族商业，透过交易像是巧克力啊、咖啡跟一些贵重宝石获得的财富。他邀请了意大利的设计师 Louis Manini 一起设计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要走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 Initiation Well， 是这个 Quinta Hagleta最著名的景点。那这个 well 呢，真的是非常多人会在那边排队，所以大家一进来的话，一定要先去这个 well。它虽然叫做 well， 但它其实不是一个井，它从来没有被用过，它比较像一个往下延伸、往地底延伸的一座潭。那就是在这里施行 initiation ritual。那这个 initiation ritual 呢，是一个在每个月的满月晚上举行的仪式。那主要是净化身心灵的概念，大家走完这个 ritual 之后会得到重生。下面呢有3个通道，那一个通道呢是通往 unfinished well， 因为主人觉得不满意，所以后来就没有盖好的一个 well。那另外一个通道呢会通到有一个小小的瀑布。最后一个通道呢，才是现在 Initiation Well 的出口。我们现在从外面来看，刚刚有 waterfall 的地方，那它这个地方的这些石头呢，其实是从海边运过来的。靠近一点看，可以看到石头上面都有贝壳。刚刚有提过 Initiation Ritual 是用来净化身心灵的，那它的真正的出口呢，就是在这个池塘这边，那个石头呢，就是大家结束 Initiation Ritual 要经过的出口。这个地方呢叫做 The Guardian's Gate， 那同时这个平台也是一个 theater。这里呢其实是 Initiation Ritual 参加者的入口。那2只 dragon 呢就代表了 Guardian。我们刚刚进去 Initiation Well 的地方呢，其实是一个 secret entrance， 就是给 Montero 跟他的设计师Louis Manini 进去的地方。因为这 Initiation Ritual 代表的意象呢，就是要重生。基本上参加者进到这个 gate 之后呢，
就代表要把旧的自己留下来，走完 Initiation Ritual 之后呢，就会重生。那很有趣的是，两个 Guardians 守护的贝壳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小贝壳，代表呢重获新生的自己。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theater， 基本上呢，表演者会站在 The Guardians Gate 前面表演，贵族皇室呢就会站在塔上面观看。这个地方呢，就是 The Unfinished Well， 因为 Montero 不满意成品，所以就停止施工了。它呢，原本是安排当如果有人 fail 这个 Initial Ritual 的话，就会从这边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边那个洞洞呢，就是我们刚刚走完 Initiation Well 出来的出口。我们现在的所在之处呢，是一座网球场。那网球在那个时候呢，是一项贵族的运动。上一支影片有提过 Penna Palace 是夏宫嘛 ，Carlos 国王呢就会在他们夏天来到 Penna Palace 居住的时候呢，下来到这边跟他的朋友 Montero 一起打网球。这个地方呢叫 Fountain of Abundance， 那它上面的 mosaic 设计呢是一块一块石头原本的颜色拼凑出来的。那在最中央呢有一个 C 跟 M 的结合，还有一个鱼的形状，那代表的是 Christ and Mary。那这个水呢，导游说是可以直接喝的，但就是山里面自行过滤的水。我们现在呢，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据说最可以拍到城堡最好看的位置，旁边就是 chapel， 然后后面就是城堡。那这座城堡呢，并没有全部开放，它只开放下半部分。那这个 chapel 也蛮有趣的，它里面没有耶稣的雕像，反而是用马赛克的方式拼出圣母玛利亚跟耶稣的画像。这栋主建筑据说里面有一间是实验室，因为他对于酒类有研究。这位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兴趣的人。那导游一直强调说，这位先生呢对很多事情都富有非常多的兴趣，但是没有人确定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专家，可能就是有很多爱好的有钱人。那后面可以看到最顶端的山上那个是摩尔人的城堡，然后这一边的那个是派纳宫。这家素食餐厅真的大推，它3道菜总共16欧，然后还有 iced tea 可以自己喝到饱。尤其是它这个葡萄牙的菜饭真的蛮好吃的。souvenir shop 出来的就刚好就是这一块，然后导游就说我找到一个 hidden gem 可以拍照片，这边真的蛮美的，大家可以看。
这趟一日游最意外的小惊喜呢，就是这个海滩。如果下次有要到里斯本的话，我一定会直接去这个海滩，真的是整车的人都被惊艳到。这个团呢，它是从8点开始，然后我们先去了 Quinta da Helguera， 然后再去佩纳宫，最后到罗卡角这边，就在5、6点多的时候就回到市区了。因为资讯需要，所以我先上了佩纳宫的影片。那我们的晚餐呢，就回到市区去时尚玩家推荐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咖啡厅吃饭，那这个需要事先定位。那总体而言呢，餐点都还不错吃，但是没有到特别惊艳。不过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类似阿根廷菜、南美菜的话，还蛮推荐来吃的。